什么要把心里都渡给我？听言，我本就不能长久，我把这火留给你，以后这世间再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。天要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，这世间无非如而已，自然是给你。马乔，公主为让世子们留下一线生机，我希强留下世子的一丝神魂，而他也得日夜的受这灵火的灼痛。红罗这国师当的兢兢业业，都不见你与念九相会了。他现在每天神神秘秘的，连个蛇影都见不到。我帮你出气。我问你，你最近神出鬼没的，干什么去了？你身上怎么有司马娇的气息？陛下，人到了。道略，进灵府吗？若是你想，自然可以。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，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命运缠绵。你的灵符怎么同我的灵符越来越像了？上次来还只有一小丛花，这次竟然有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多亏始祖娘娘，向天借的灵火。那是。走吧。这么快走吗？不然你想再来一次？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了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许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向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你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真理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
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石玉香吗？你想当我的小白脸？他也是化神期修者，就快突破了。这么巧啊！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雷鸣山谷从前是司马氏一族所有，可助渡劫。但如今，只有失势之人才能享此优待。那这就是你给我找的保护罩啦。你自己进去吧。哦。真让我一个人啊！作为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考试人才，最出色的就是心理素质了。放松。按照我的资质跟灵根，从化神期到炼虚期一般是4-9天间。雷鸣山谷能削弱雷，我有娇娇给我的超强防御法器。还有这么一身修为挡着，不就36道雷吗？肯定没问题的。这么快啊！这雷的架势是要把我劈个灰飞烟灭啊！这不是49天劫，这是99天劫啊！不是说只有即将飞升成神的大成修者才会有99天劫的吗？我一个化神期，何德何能啊！这雷哪里是渡劫啊？明明是要劈死我！我不会成为第一个被雷劈死的化身修者吧？如果我在这儿被劈成了碎渣，那人的脸一定被打得很痛。还是再挣扎一下吧。
安静坐好，不会有事。不是让你好好坐着吗？怎么不听话？司马交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是刚才雷劫阵势太大，让我心有余悸，还是此刻的你太让人心动。你能不能好好谈恋爱了？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！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
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比你先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气运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？还要祸及全家。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渡雷劫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闻起来这么香，我却一点都吃不下。司马娇，我之前在一本游记里看到说有种隐生虫能够钓飞鱼，我便偷偷收集了它，想着我可以喂你钓鱼吃。那便一起尝尝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
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听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梦，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。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甜食的味道。祝我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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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，来，天言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我
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傅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，还有你，我们一块吃了蛋糕。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啊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，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释千缕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
回事？是灵脉在燃烧，月之宫弟子，速速远离灵脉！灵脉燃烧，是司马教，不知他那边如何了。不能放过廖廷烨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你们施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施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教，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也走不了啊！你以为你赢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等你回家了。廷烨，廷烨，廷烨，
庭院，庭院，这法宝挡不住我的灵火。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？我为什么找不到你？我为什么？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，你找到庭院的神魂碎片了吗？师祖，你已经在仙府找遍了，可还是没有庭院的神魂。或许他真的……他没死，他一定没死。师祖，师祖，您体内的2团灵火还没有彻底融合，若是继续下去，会有危险的。继续找他。师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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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祖。话说那太微山一带，灵脉崩毁，仙门倾颓，此藏道君纵识道理，心神俱裂，竟堕入心魔，昏迷不醒。恰逢仙魔屏障破裂，魔域压境，庚辰仙府危在旦夕。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，那你呢？我还能撑一会儿，快走！魔主有炽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市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允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新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庭院，师祖，师祖，
老板，司马交，啾啾，啾啾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公主，前方战事如何？前方阵地已被数百魔兵攻下，很快便要打到这儿来了。数百，加上后背营里的各宫门人，我们的兵力只有数十人。还请公主将剩余兵力全部交予我，我与黑念九一起为仙佛死守到底。死守到底！好，我们修仙半生，如今为守护仙府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他们来了，仙府诸位，保护师祖！是。灵火是师祖，真当我死了？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师祖，师祖，你醒了。哭什么？师祖，你体内的2团灵火已经彻底融合了吗？庭燕呢？可有她的消息？师祖，您忘了吗？庭燕的身世碎片根本就没有留下来，她已经不可能脱身了。还有入灵，入灵也是。石家那帮人呢？自从太微山一战之后，石家就几乎全部灭完了。但是我们搜遍了仙府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石千缕的尸体。我想他一定是隐姓埋名，在仙府某个地方藏了起来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石千缕肯定待不下去。这屏障的漏洞，便是他逃窜的最好机会。师祖的意思是，去魔域斩草除根。师祖，白竹虽然医术浅薄，但求随师祖一同前往，护师祖康健无虞。师祖，您才刚刚苏醒，就要赶去魔域吗？你有异议？弟子不敢。只是弟子有一事相求。仙魔大战之时，不少仙府子民被掳去魔域，下落不明。弟子斗胆恳请师祖，倘若在魔域遇到他们的时候，
请为他们在魔域建造一个庇护之所。我本无意毁掉这里，可终究还是落得此等地步。这并非是师祖的错。当年仙魔屏障无故被人摧毁，你沉睡之后，魔主又盯上了我们仙府的地盘，才会这样生灵涂炭的。师祖，您这是将仙魔屏障修复好了？看来师祖并非像传闻那样刻薄。师祖娘娘亲善随和，不喜杀生，师祖因她才有了变化。可惜命运弄人啊！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要不要我给你拿？不用。这朵也好看。黑城主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对吧？是啊，你说强扭的瓜不甜吗？那你还想怎样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些是我在仙府弟子的药谱里面强扭的瓜，可甜了，尝尝吧。甜，是甜，是不是？不过，我不稀罕，你能怎么样？等等，这是要送去哪里？哦，是送去师祖娘娘屋里。师祖娘娘觉得咱们古雨雾的花草与外界不同，十分好看，上面便安排我给她送过去。你就这么摘了，直接送去啊？是弟子一时大意，不经过一番处理，怎能送去？咱们待客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是谁？小心！原来是师祖娘娘的朋友。你刚才说要处理一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，这是待客的规矩。这破规矩谁定的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但向来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这位弟子摘的花很是好看，我想就这么送过去，你们的师祖娘娘也会很满意的。对啊，庭宴也没有那么讲究吧？师祖娘娘不讲究，但我们的心意还是要到位才好。这仙府的规矩真是臭讲究，我一个魔域人当真是不理解。我看和之前一模一样，不就是多此一举吗？不管了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走。
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愈甚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师祖，念九，你这2日可有察觉到，这屋内有何古怪之处？哦，我上次和红罗发现苏长青在为庭砚修饰花草，这有些多此一举不说，他们还担心庭砚不满意，怕庭砚怪罪。可庭砚明明就不是那种刁钻的人啊！况且这苏长青作为庭砚的师兄，未免有点太不了解他了吧？你暗中再去那一带探寻一番，看还有何益处。可师祖之前来的时候，不是用真言之事试过他们没有问题吗？的确，真言之事虽然能让人说出真相，但也仅限于让他人说出他们知道的东西。弟子遵命。这些花模样是怪了一点，但都是普通的花呀。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。他们究竟想掩盖什么秘密呢？怪不得他们要用灵力来修饰花草，这一带的花草一定有问题。司马交起疑了没？一切都如国师所言，顺利进行。那便最好。国师，我信任你不会伤害阿燕，所以才按你计划行事。阿燕的记忆会恢复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此事于你于我都是有益无害，眼下进展还不错。风少爷只需要找机会，向诗燕提出那绞咒的代价即可，到时他自会解除绞咒。我知道。有人来。阿燕。师祖，正好，大家都在，我与庭砚打算再住上一阵子，再拨几条灵脉给古雨雾，作为赏赐。师祖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赏赐太重，我等受不起。有何受不起？当年在仙府，我也曾拨给过你一条灵脉。此事，师祖当年对我多有照拂，此等恩情，定当没齿难忘。弟子定时刻铭记师祖恩情。我相信，洞阳真人自是对此印象深刻。
是。这里空气好清新啊，好久没有闻到过了。这谷雨雾，感觉连石头都散发香气呢。我这是用力过猛，把石头给拍漏了。怎么可能？这瀑布与你是从小到大的情谊啊！这些年你不在，它也便渐渐凝于石中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它也就回来了。我在这里生活过。这片湖，便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又不是鱼，怎么可能生活在水里？你可是想起什么了？想起什么？阿燕，你本是一条寒鱼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会有极寒之体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会。当年，尤氏怕我父亲功高盖主，挑衅他的权位，于是暗下杀手，害我全族性命。后来国师明理见我有一息尚存，于是偷偷将我扔在这片湖里，为我留下一线生机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你出现了。庭院那边，不知情况如何？可是你说的，我没有记忆。但我不会忘。你本是一条寒鱼，因为魔主尤氏炼化成人形肉身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你在这里救了我。为了救活我，你甚至撕下了自己心口的一片鱼鳞。这样的情谊，我怎么能忘？你说我救了你？难道你以为我是你一直要找的姑娘？不是我以为，而是你正是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没关系，你可能只是没想起来。等你在这里多留几日，很快你便能将过去的记忆找回来了。你是说，这里能让我恢复记忆？没错，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难道说，风启是特意引我来此，为了让我恢复属于寒鱼的记忆？你能想起司马教，一定能想起我。这不是一回事。你要找的人，恐怕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便已经魂飞魄散了。所以我才能成为现在这样的我。那些记忆我不会有的。这样说，你能明白吗？阿叶，阿叶，师祖，这里的花草树木的确有问题，你们看，像是受了魔气侵蚀。那我体内的寒气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听风启说，我是这里长大的寒鱼。难道说，最近我体内寒气旺盛，是因为受了此地的影响？他当真说，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寒鱼？对，又是寒气又是魔气的，这谷雨雾好歹也算是魔域的一处洞天福地，这怎么比外面还要复杂？洞阳真人和这些仙族的弟子也都居住在这里，他们不可能找一个是非之地住下吧？
除非我师父跟这里的人骗了我们。可师祖之前就用真言之事问过他们了。我说过，真言之事是能让人说出事实，可并非毫无漏洞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才问过他们关于仙府的事情，在细节上，他们和真的东阳真人有出入。你可还记得是千度之死？洗魂术？难道是石千缕搞的鬼？他为这里的人都洗了魂。庭宴莫名复苏的寒气，应是源自宴席上的食物。那时起，我便怀疑这里的古怪。这鸭肉着实好吃，而且似乎很滋补，有一种身体都恢复了能量的感觉。而我进入古雨屋后，身体愈发不适，想来是寒气通过庭宴的脚灼影响了我。能极大程度调动你的寒体，又对此处万物花草无孔不入地产生魔气的侵蚀。放眼整个魔域，只有一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还是被识破了。你是何人？石千缕的洗魂术果然高超，你们竟然忘了自家的主子！见过鬼爷。我们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古玉屋，而是魔域的中心——白骨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究竟是谁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们骗来此处？能在白骨渊翻手为云的，除了魔主和明丽之外，别无他人了。国师啊，这司马教倒是不容小觑。这古雨雾乃是我们联合石千缕的洗魂术一起缔造的幻境，可谓天衣无缝。如今也被他识破了。无妨，既已引得司马娇和廖廷燕来到白骨渊，那么一切尽在我们掌握。没错，那条寒雨还带着他的护心蛊所做的防御法器，定不会料到您这一石二鸟之计。寒雨带着护心镯，寒气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若是寒雨想救司马娇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廖廷燕带来此地炼化灵石，我们便可一举击杀司马娇驱邪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你怎么样？无事。想必明丽的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，你先催念九离开这里。魔域的人恐怕会倾尽全力对付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够？我去接应红罗，念九与你同去。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，你别小瞧我。况且我还有你送我的脚镯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等我。司马娇，今日在古雨雾修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
庭燕体内的寒气可以借防御灼伤的护心骨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红罗，红罗，阿燕，阿燕，此地有变故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切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是不是你联合魔域之人跟尸千缕诱我来此古雨雾幻境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绝无害你之心，我只是想唤起我们之间的记忆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寒玉姑娘。阿燕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关司马娇的安危，你也不听吗？司马娇怎么了？你或许已经察觉，司马娇来到此地之后，修为受损，身体有异，跟你脚上的这枚法器有关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他为我炼制的防御法器，可抵御一切伤害。你或许有所不知，这枚法器由他的护心骨制成，为你抵挡伤害，或许对他无碍，但独独你体内的极寒之气，与他相克。白骨渊激发了你体内寒气，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你本就是寒羽，这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。可是你体内愈发积聚的极寒之气，却会通过你脚上的防御轴，反噬他的身体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您怎么样？无事。阿燕，你竟甘愿为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？是。师祖，念酒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不好。糟了，庭燕摘了防御镯。念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燕儿，爹，你的腿，原来你连腿伤都是在骗我，你就为了利用我对你的愧疚，逼我成为你的复仇工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钱都说的没错，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女儿。你若真有半刻把我当做你的女儿，便不会这样对我。此番用洗魂术伪造古雨户，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燕儿，我将我毕生所学都用在了你的身上，但依然还是抵不过司马娇，他擅长收买人心啊。罢了，风起。阿燕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当真要选择与他为伙？我不管你们曾经如何。现在只可换回他的记忆，切莫伤他。交给我便是。我和国师还要利用他对付司马娇呢。风少爷大可放心。助他恢复记忆最好的办法便是，让他去那白骨渊底的归元臼。那里是寒气最盛的地方，能够激发他体内的极寒之气，归来定能还你一个找回一切的寒玉阿燕。可这司马娇极难对付，他现在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管着阿燕。那若是司马娇愿意带他来呢？这是何意？我从实验父亲那儿得知，他一直很向往堪称魔域桃源的古雨屋。我们何不粉饰一番？给他造一个古雨屋，
这怎可能实现？你不必担心这些，你只管把你的小韩愈带去便是。阿燕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现在的你并非真正的你，待你换回韩愈记忆，便会懂我一片苦心了。我是身旁的那一位，可是长治大将军。那是长治大将军的遗孤长风起。明离，你身为国师，胆敢欺君叛主？仙魔主在此，明离算不得叛主。你们是要以我血祭复活这老东西？放肆！魔域众臣，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笑话！你们以为你们说是就是了？我尤家后人竟就是这副狂妄又无能的模样吗？老东西，我还是魔域之主，胆敢对我如此不尊！不甘心把你的魔体让渡给我吗？可是，作为尤家的子孙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你的魔灵在这具身体里已经存在够久了，久到没有必要。刑天所如何了？回主上，说。领时还在加紧炼化，很快便能已知，一举击杀司马昭。刑天所万不可有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督查。曾经对主上百依百顺的韩愈刺客，竟因司马昭变得桀骜不驯。幸好有师长们相助，才方便我们得手。先前便邀师长们先行歇息便可，师长们却执意守在这归元臼旁。国师，这刑天所成功与否，关乎复仇大计呀，万万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师长们究竟是为了复仇大计，还是对这个假女儿于心不忍啊？国师多虑了，师某善习水之功，可在此处激发归元臼之寒气，协助领时炼化呀。那就有劳师长们费心了。国师，那司马昭杀来了。他倒是急着来送死。师长们，我先去应付一下那司马昭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好。复仇大计在眼前，莫怪我狠心了。
司马交，仙魔主血祭归位，乃我魔族大势所趋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止得了的。油盐的真身已被我司马氏一族的灵火炸得粉碎，还在这里做复生大梦。把廖廷彦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来迟了一步，想必他此刻已经被炼成了一块灵石。等会儿我就用他杀了你。马上便要大功告成了。休想！廷彦，师掌门，那行令所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久违了，师祖。我让你活太久了，多亏了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按照现在你们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爹呀？灵石尚未炼化成功，你就拿着这么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送死吗？师祖，你交给我了。已经有6成的寒气依附在刑天锁上，凭此，我必能重创你。你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没这点自知之明，还能够活过了1000年吗？哼！司马交，我知道你在这里拖着我，是为了给廖廷彦逃出升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秀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由你们做主，不由我们做主。难道就该由你来做主吗？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做主。
念九，念九，念九，醒醒！念九，司马家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只要亲近你的人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的出生，你们凤山一族的存在，都是笑话。你们只配被关起来，做血种，做傀儡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坐享仙魔天下。